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。今天我们来挑战这款非常烧脑的12生肖拼图，玩法是把这条龙也加入到盘子里。这款拼图据说每10个人只有1个人能在1小时内挑战成功。像这种带直边的，一般都是靠边放。竟然多出来了3块，我预感到这将是一块难啃的骨头。这条龙太大了，光它就占了盘子的一半。经常有粉丝问我，这么多的创意玩具都是在哪里找到的？平时我都会刷得物，最近出了什么有趣的东西，我第一时间就能知道，而且上面都是大家自发分享的真实评价，超玩实拍，不怕踩雷，特别好用。好的，搞定了。但是这里还多出来了一只啊，这个拼图太难了。最后还剩下我们的2师兄，放进去。好的，这次真的搞定了，12生肖一直都没少。这可能是我玩过的最诡异的拼图——蒙娜丽莎的微笑。它是由4块拼片构成的，拼片的大小相同，背面是黑色的。我现在将它们背面朝上，随机打乱。按道理来讲，它错误的排列组合有上百种之多，我这样随机搭配出现正确的概率是非常低的。但是别忘了，这是一款非常诡异的拼图，它会自己找到属于它的正确的位置。今天我们来拼这款王者荣耀拼图，这是我的本命英雄诸葛亮，一共有450片。这张卡片就是参考图，可以看到纯色的拼块占了一大半，这种的难度都是非常高的。看看我几个小时能把它拼好，还是先把一圈的直边找出来。外圈已经拼好了，先从哪里开始呢？这个诸葛亮还是原皮肤，连一件好看的衣服都没有啊！买衣服可以上唯品会啊，一年4季都不贵。尺码不合适，顺丰上门面对面换货。现在戳评论区链接或在唯品会搜超能穿搭，新人还有福利领呢。好的，搞定了。一共用了4个半小时，不容易啊！最费时间的还是这一大块黑色的区域。诸葛亮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英雄之一了。你们最喜欢哪一个英雄呢？最近秋天里的第一杯奶茶又开始了，你们可能有所不知，奶茶在我们老家随处可见，咖啡口味的奶茶是我们这里的土特产。喜欢喝珍珠的这边也可以解决，绝对是无添加纯天然的。今天我们来开箱王者荣耀手办盲盒，里面会是哪个英雄呢？我个人是比较期待百里守约的啊，李元芳。好吧，也还不错，毕竟都是射手。这是他的武器飞镖，这个手办好小啊，不过做的还是挺逼真的。我们看看说明书是怎么组装的，非常简单。说起盲盒，最近同程旅行推出了9块9旅行盲盒，不仅有机会抽到机票、酒店、1000元历险券，还有欢乐谷门票，点击左下角就可以参与了。李元芳应该是王者荣耀里个头最小的英雄了吧？这是一个简易版的硬币制造机器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加工制作硬币，需要用到一个小铁球，把它放进这个盒子里，然后把盖子盖上，用力将铁球压扁，力气小的话是不行的。现在就可以了，我们打开看看。你们能猜到这个魔术的原理吗？前几天我发了这个硬币制造机的魔术，竟然有很多人说我的视频是剪辑的。今天我就来揭秘这个魔术。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个硬币制造机的内部构建了。硬币其实是提前放好的，这个底座也是可以升降的。这个时候我再去加铁球，底座就会上升，并且把套筒给带出来，露出里面的硬币。原理并不复杂，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猜出来了。今天我刷到一个好玩的视频，我们先来看看。火焰玫瑰，我也来试试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是把这一块白色的也加入到里面，把它们倒出来重新排列。先放最大的这一块，我们可以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开始放。这不又回到开头了吗？这拼图还是有点难度的，看这里的缝隙还是挺大的，理论上再放一块小的应该没问题。我们玩会儿游戏休息一下。最近非常怀念小时候玩过的这些经典游戏，现在在手机上也可以玩了。点击左下方组件下载悟饭游戏厅，里面汇聚了海量经典游戏，而且每日会更新热门手游。这些拼块之间要严丝合缝，才能给这一块小正方形腾出空间。好的，搞定了。
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是让这4个小人躺进一张床里，不能叠在一起。这4个拼图的形状是不一样的，而且不分反正，还是有些难度的。我们计时10分钟吧。先从脚上开始。剩一块大的，我应该先把它放进去。还是多出来一块，这个空间感觉也差不多了，其实也就差了一点。哎，对了，上面这一块可以翻过来吧？哦，可以的，这就搞定了。才刚过了3分钟，看来这种拼图已经难不住我了。最近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平衡术，2张纸牌靠在一起，把其中一张推倒，另外一张依然可以站立，而且还可以移动它的位置。我们把纸牌撕成2半，它依然可以保持平衡。那如果我们再撕掉一半，它还能站立不倒吗？没问题。这个魔术用到的道具非常简单，你们能猜出它的原理吗？这是2根带有魔力的钢丝，我们先这样把它们扣在一起，然后一手捏住一头往外拉。可以看到这2根好像是在慢慢分离，但是仔细再看看，它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。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理吗？这是2块看似普通的小黑板，平时我都是用它来练字，一直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的，直到昨天。那天我像现在一样把2块黑板叠在了一起，把一根粉笔放在了它们中间。过了几秒钟，我再拿起黑板，就发现了这不可思议的一幕。难道真的存在平行世界吗？今天我们来玩几何拼图，通过这款拼图可以充分的感受到几何的神秘。先把这个边框取下来，放这里。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些拼块重新拼进去，并且把这一枚正方形也加入到里面。好了，这还不算什么，可以看到盒子里还有一块正方形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放得下，我们试试。最近有粉丝问我拍视频用的什么手机，其实什么牌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到正规渠道购买。我的手机就是在得物买的，官方授权靠谱，品牌齐全，而且价格也比专柜划算。现在开学季活动，你们都可以去评论区看看。在边框没有变化的情况下，放进去了2枚小正方形，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吗？今天我们来挑战3D 版的七巧板，这里一共有7个不规则的铁块，玩法是把它们平铺进这个底座里。这4个面，每一个面都是一种玩法。我们先从这个菱形开始吧。这2块最大的是一样的。没想到难度还挺高的，在菱形这里浪费太多时间了，我们跳过它，先玩其他的。这个正方形的应该不难。我们看这7个铁块，每一块都有一个面是对应七巧板的，我就直接按照七巧板的摆法来试试。果然就是这样，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了。接下来我们挑战最不规则的这一面。最后一块这个方向不对，放不下了，应该是前面的出错了。好的，最不规则的这个面终于搞定了。半个小时的时间搞定了2个面，而且是最简单的2个，已经很不错了。1枚硬币的表面可以承受多少水滴呢？我们来做个实验。这就是在游戏王中武藤游戏组装了8年才完成的千年积木，它一共有33个部件组成。和一般的颗粒积木不同，这款积木组件之间的连接很像我们古代木匠常用的榫卯结构，其中很多的组件是不带卡扣的，放上去很松散，需要配合下一块甚至是后面几块才能卡住，和鲁班锁有几分相像。据说千年积木组装好后可以召唤法老王，把最后一块眼睛装上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叫10美分困境，它的玩法是把这一枚硬币也加入到盘子里，现在直接放是放不下的，要重新排列，把它们全部倒出来，从大到小先放10号、9号、8号，随着数字变小，拼图的直径也越来越小了。我才发现这些数字里面没有3号。
哦，还是放不下。别看这个拼图构造这么简单，价格可不便宜，性价比不高。要说性价比高，还得用唯品会。正好现在唯品会秋装上新，大牌秋装低至3折，尺码不合适还能顺丰上门面对面换货。现在点评论区新人有福利哦，赶紧冲啊！这里的空间看着差不多了，需要按一下。好的，搞定了。居然用了这么久啊！这是一位粉丝寄来的解密玩具，他要我在不打碎笼子的前提下取出里面的高尔夫球。我研究了好长时间，发现这几根柱子是无法移动的，里面的高尔夫球也没问题。这好像是一个无解的难题，但是他却告诉我解开它只需要一步，我实在看不出来。如何在不打碎笼子的前提下取出里面的高尔夫球呢？今天我终于找到答案了。其实它的机关就在这4个角，我们需要通过旋转就能破解机关。底座上面是4颗螺丝卡住了4根柱子，通过离心力可以让它们缩进去，非常巧妙的机关，你们猜到了吗？这把锁据说是史上最安全的锁，之所以说它安全呢，是因为这把锁本身是没有钥匙孔的，所以你根本无从下手，用蛮力是拉不开的。想要把它打开，只有通过这个东西把它贴在上面，只需要这一步就可以轻松提起锁把了。从上面是看不到里面的构造的，你们能猜出这把锁的工作原理吗？这是一个困惑我很久的魔术，为了搞清楚它的原理，我花了几百块买了这个道具。把这2个杯子放进盒子里，然后把这枚乒乓球放进矮一点的杯子里，把盒子前后的盖板盖住。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等个2秒钟再打开盒子，小球就奇迹般的跑到了高一点的杯子里。为了大家更直观的了解这个魔术，我把前面的盖板放下来再演示一遍，可以仔细盯住这个小球，看它是怎么穿越到另一个杯子里的。原理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们猜到了吗？这是一款非常烧脑的橘子拼图，据说倒出来后很难再装回去。橘子一共只有9瓣，我就挑战9分钟内把它复原。每一块橘子的侧面都是凹凸不平啊，我们可以先找到合适的搭配在一起。最后一块放不下了，一定是前面的错了。我们可以先让这些橘子2个或者3个分成几个小组，然后再往里面装。最后一块可以放在这里。好的，可以了。严丝合缝的，时间还不到。今天我们来挑战一款粉丝寄来的拼图，他要我在1小时内把它拼好。哦，这是一款菱形拼图，玩法是把这一块小菱形也加入到里面。这些拼块都是有2个一样的，盘子也是对称的，那最后的答案应该也是对称图形。2个角放相同的拼块。这拼图真的挺难的，又回到了初始状态。20多分钟了，眼睛都酸了。我看到最近都在提倡护眼2步走，用好护眼光，做好护眼操。昨天去我小侄子家，发现他用的这款大力智能学习灯就很不错，特有律动光护眼算法，每小时37次亮度微调，模拟自然光线，有效缓解视疲劳。律动光放松你的睫状肌。我经常玩拼图也需要保护眼睛，所以就把它抢过来了。我还是觉得它应该是对称的，把这块放这里，这里也一样，还有2个三角形可以这样放。上面的空隙可以放最小的这一块。好的，搞定了。最后的答案果然是个对称图形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拼图，一共有9块。像这种带把的，我们可以放在4个角上。这里还有3个呢。像这种豁口在边上的，下一块就放不下了，把这种都换下来。这一块刚好连接这2块。怎么感觉就要成功了？我去，一遍搞定了，这也太没挑战了！才刚过了1分钟。最近我刷到了一个有趣的视频，在手机与充电宝之间用水彩笔画一条线，就可以给手机充上电。这怎么可能啊？我要来亲自验证。准备好手机、充电宝，数据线剪断。有点心痛啊，毕竟这是苹果13最后的配件了。准备工作已经完成，可以画线了。哇，真的可以啊！这次实验损失了我仅剩的数据线，还好我有努比亚麦飞磁吸充电宝，它不仅轻薄便携，还是一个创意支架，外观时尚，自动磁吸定位搭配智能电源芯片，低温快充更高效。画线充电自然是不可能的，其实它只是我录的一个视频，把握好时间就能出现刚才的效果。这是一枚铜制的戒指，把它放进这个塑料盒里。接下来我要用这把剑穿过塑料盒把它取出来。在这之前呢，先用一个盒子把它罩住，然后把剑放进去，2只手用力往下压。你们能猜出这个魔术的原理吗？
今天的拼图是一位粉丝寄过来让我挑战的，他的玩法是将这一块黄色的也加入到里面。可以看到他现在的排列很规律，几乎没有空间了。想要再多放一块，必须要打破规律，让2块拼图错开放。全部都横着放，最多只能放6排，上面会空出很多空间。如果是竖着放呢，这一块最长的就放不下了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斜着放，这样好像更不行啊。前阵子我发了这个斗罗大陆动画盲盒，没想到有粉丝把另一个隐藏款大师给我寄来了。现在整套盲盒我就只缺猪足星了，有没有小伙伴开出来了呢？我可以用我的唐三前世来交换。这款拼图我好像找到方法了，还是要斜着放。还有最后2块。好的，搞定了。玩不坏的解压神器。这个很像奥利奥的东西其实是一款解压玩具，它的解压方式就是放在手里搓动，摩擦产生的顿挫感和啪啪的清脆声非常解压。我们来打开它，看看里面的构造。可以看到里面并没有夹心，而是一圈轴承。中间区域是6块强磁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它的顿挫感就来自于磁铁之间的错位。你们觉得这种玩具真的能起到解压的作用吗？这是一个让很多国外玩家想要爆粗口的游戏，用4块拼图摆出一个矩形。今天我就来试试它到底有多难。5分钟之内如果拼不好的话，我就接入评论区点赞最多的惩罚。这2块是一样的，2个三角形也一样，那我只需要用这2块摆出半个矩形就可以了。果然还是有些难度啊，最后10几秒会不会出现奇迹呢？好吧，挑战失败了。其实再多给我2分钟，我应该就可以找到答案了。纸上画的这些就是拼块的尺寸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来挑战一下。昨天我发的视频用4块拼片摆出一个长方形，今天我终于找到答案了。其实昨天我很多次与答案擦肩而过，这个形状当时我摆出来了，其实只需要简单的调整就能拼出答案。有很多小伙伴艾特我，他们用纸片也拼出了答案，在这里我要给你们点一个赞。要说所有的 puzzle 里面谁是真正的王者，那肯定是这把圣剑。即便是隔壁大神拔出这把剑也用了1个月。其实它和鲁班锁很像，只不过我们看不到里面的构造。据说解开它一共需要117步。这把剑我买过来好长时间了，一有时间就会拿出来研究。不愧是史诗级难度的 puzzle， 一直没有进展，直到今天。取出了1根，剩下的就如同雪崩一般，拦都拦不住。哇，少说也有1个半月了，终于把它取出来了。看着这些木头，我想我这辈子都不会把它装回去了。今天的解密玩具是国内设计师的原创作品双斧，别的先不说，颜值这一块符合我的审美。它的玩法是把这2个斧头从上面取下来，从这里是过不去的，上面倒是可以，但是会被铁环挡住。我们也可以试图穿过铁环，非常明显，斧头大于铁环的直径，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难题。你们知道该怎么做才能取出斧头吗？今天收到了一位粉丝寄来的这个东西，他让我取出里面的丝杆，下面的螺母是可以拧下来的。丝杆很长，丝帽被卡在了2根柱子中间，柱子可以左右活动1点，这个丝杆是没有问题的，木框也很牢固。就这个东西我玩了几个小时都没有解开，难道我被他耍了？据说这是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，现在我就来试试它到底有多锋利。一个火柴盒轻松穿过，可能你会觉得穿过一个纸盒子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但是当我打开这个盒子，你会发现里面装着一块厚厚的铁块，听声音可以听出来。你们能猜出这把宝剑是怎么穿过去的吗？每年的双11我都会储备很多益智玩具和拼图，但双11买东西真的便宜吗？有些商家会在双11期间抬高价格再搞优惠，算下来甚至比平时还要贵。为了避免踩坑，我查了很多攻略，发现了一个 APP， 它可以查看所有商品的历史最低价，找到你想要的商品，复制链接，打开慢慢买 APP， 点击查询，从商品上架开始到现在，所有的价格变动都能看到，而且还可以设置一个你心仪的价位，只要降到这个价位，它就会提醒你。我的很多玩具都是在这个时候买的。如果你准备在双11大买特买，一定要下载一个慢慢买，避免踩坑。这是一道智商测试题，据说只有智商超过150的人才能在2分钟内让2个骑士同时骑上2匹马。我这就来试试。上面的已经骑上了，但是下面的还差很多，把它换到上面呢，还是不行。
2分钟已经到了，这道题根本没有答案吧？我想到的只有这个方法。开个玩笑，我们还是继续再玩一会儿吧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如果我用手掌把下面一半挡住，再看上面的，不就是一匹腾飞的马吗？把纸条这样竖着放，2匹马就全都骑上了。哇，这个答案太意外了，你们有没有猜到呢？它的形状很像一个眼镜。我们要做的是不借助任何工具把镜片取下来，它是5星难度的，不容小觑。光从外观来看，没有发现什么破绽，会不会是靠震动来触发机关呢？好像不行，这玩具有点意思啊。我发现镜片的2侧可以活动，中间动不了，那应该就是这里有东西卡住了它。可是除了敲打，我还能做什么呢？打开了，什么情况？我刚才就是在桌面上转了一下，然后它就……哦，这是2个可以伸缩的柱子，通过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可以让它们缩进去，这样就可以把它取下来了。这个机关设计的太巧妙了，你们猜到了吗？这是一个有趣的益智玩具，如何让这2个合成一个圆环呢？这样不行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把这4块积木放进这个盒子里，这是一款非常烧脑的益智玩具，很少有人可以在半个小时内搞定。盒子左下角有一块透明的塑料片，从上面的缝隙是进不去的，只有从这里可以。但是竖着放的话，只能放下3块。积木的形状是不一样的，右边这2块要比左边2块厚一点。2组积木互相搭配，可以组成一个长方体。如果没有塑料片的话，是可以放下去的。如果是这样摆放的话，横着放不进去啊。积木在里面完全不能转身。哇，这根本是无解的吧？不行，我要换个思路。这可能是我玩过最诡异的拼图。现在它的面积是7×8，我们从这个角上切掉一块，然后经过简单的调整重新排列。你会发现它的大小好像没有变化，这还不是最诡异的。我们再拿掉一块，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法调整，它又重新组成了一个7×8的长方形。那么关键的来了，如果再拿掉一块会发生什么呢？你们知道消失的面积去了哪里吗？这是一个有趣的解压玩具，我们把4个弹珠放到上面，它的规则是不能让弹珠掉进这个洞里。这也太简单了吧，我们再加上4颗。你们觉得这个玩具解压吗？这是一个经典的红绿灯小魔术，把灯筒罩上去，可以看到灯筒上面有3个不同颜色的小球，我们按照上面的顺序依次放入绿球、黄球，最后红球。正常来讲，现在小球的顺序应该和灯筒上面画的是一样的，但是当我们把灯筒拿下来，你会发现红色的小球居然在最下面。那么这个魔术的原理你能猜出来吗？如何将这枚钥匙放进啤酒瓶里呢？可以分成3步。第一步，将钥匙放进白醋里浸泡半个小时，捞出备用。第二步，用纸将残留的醋擦干净，放进瓶口，卫生纸就留在上面，减少钥匙与瓶口的摩擦力。最后我们直接用力把钥匙按下去，钥匙就神奇的钻进了瓶子里。这个魔术可以说是毫无破绽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要怎么把它取出来呢？最近我刷到了这个视频，感觉挺神奇的。出于好奇，我就花了10块钱看了教学。下面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学习成果。你们觉得我这10块钱花的值吗？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叫水族馆，玩法是帮助这5条小鱼回到大海里面，先把它们全部倒出来。还是按照我们传统的方法，先找直角。一共有4片带有直角的拼块，只能用排除法了。这个位置已经没有合适的拼块了，这样也好，不用拼到最后就可以排除这一块了。像这种异形拼图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规律，只有一片片的去尝试。前面已经排除掉2个直角了，这个是第3块。其实还有一种可怕的情况，就是4个带直角的拼块都不是放在角上的。我的运气应该不会这么差吧？感觉这次8成是稳了。这个位置应该要放一条的。还有最后一片。好的，搞定了。这次拼好它，我用的是一个比较笨的办法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案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
不看也知道他的目的就是要取出里面的小球。其实我已经想到了一个方法，理论上来讲，只要我摇晃的次数够多，小球就能够出来。但这样的话就没意思了，它是一个智力玩具，我们还是要用脑子的。底座和管子都是固定死的，好像也没别的方法。再来看看说明书有没有遗漏的地方，全是英文，也看不懂啊。哎，我想到了，你们说这张纸条会不会是他提供的工具呢？我们来试试，用它穿进瓶子里，长度是够的，把小球移到这里，然后保持平衡，拉出纸条。好的，取出来了。这好像是有点简单了，我不知道我这个方法是不是标准答案，毕竟我是用到了工具。如果你想到了更好的方法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。在中国古代就有这样一个玩具，只要给它一杯水，它就会一直运动下去，人们称它为永动鸟。据说四川有一个饮水鸟已经喝了几十年的水了，结构非常简单，没有电池也没有发条。你们知道它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吗？我有一个想法，如果按照这个结构做一个很大的饮水鸟，把它放到江边，是不是就可以发电了？一根意大利面真的不能折成两段吗？用手捏住意大利面两端，慢慢弯曲，多试几次你会发现没有一根是可以断成两截的，最少都有3段。据说这个现象也让很多科学家不解。这一包一共有几百根意大利面，今天我就来试试能不能找到哪怕一根可以断成两截的。好吧，全部失败了，希望就寄托在最后几根了。是不是成功了？我们看一遍回放。没有东西飞出去，哇，太不容易了，几百根里面只有这一根。关于意大利面为什么不能折成两段，法国的2位科学家已经指出了背后的原理，并且他们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。好了，不能浪费食物，今天的晚饭就吃它了。马上就到虎年了，今天我们来拼一款12生肖中国虎拼图，把支架装上，盒子的盖板也是一个摆件。拼图里面有很多中国风元素的拼孔，我们可以参考的只有这个图片，还是按照传统的方法，先把边上的拼出来。好的，边上一圈已经拼好了，我们继续来拼中间的。这个发财树比较明显，是放在老虎耳朵上的。最后几块比较有特点的也全部拼上。哇，终于搞定了，用了差不多有3个小时了。拼图里有很多春节元素的彩蛋，你们发现了多少？最后我们将它裱起来。你们觉得好看吗？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拼图叫欧元危机，拼图一共有12片，玩法是把它们平铺进这个盘子里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这就开始。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规律。盘子一圈的圆弧弧长都是不一样的，对照硬币的弧长，可以给它找到合适的位置。放在这里刚好，2个角都是平的。这一块放这里也可以。哇，进展太顺利了，还有最后3块。最后一块好像不行啊，不能反过来放。这2块换一下位置。好的，这下可以了。今天不知道是不是运气太好了，我预计可能要10几分钟才能搞定。今天这个拼图可能是我玩过最小的拼图了，它的名字叫 F4， 玩法是把这4个 F 全部放进这个盘子里。它虽然很小，但不代表它没有难度。一开始我们先让这些拼块横着放，这一块可以放在它下面，这一块放在这里。果然没这么简单，这样的话最后一块就放不下了。我们再来试试竖着放。目前还没有发现它的规律，只能见缝插针，一遍遍去尝试。哎，什么情况？这就成功了？1分钟都不到呢，一不小心又破了记录。今天我们要挑战的 puzzle 叫维恩小球，它是一个实心的铁球，很重，把它打开是比较简单的，我们只需要旋转一下，它就会分成3半。最难的是把它组装回去。这3半铁块的形状是一样的，我们这就试试它到底有多难。Later， 经过多次的失败，我终于找到了装回去的方法了。在操作的时候，不要先把这2块合在一起，这个缝隙第3块是绝对放不下的。可以先将其中2块摆成这个姿势，
中间的缝隙拉到最大。这个时候我们再放第3块，让它们同时。好吧，这次如果再失败的话，我就把它吃掉。这3个铁块是要同时进去的，没错。刚才我忽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3个铁块上的每个角都要搭到相邻的铁块上，就像这样。这个时候我们再用力向里面推，它就可以完美复原。吓死我了，不用把它吃掉了。猜猜我是谁？一人选一张卡片，你先问吧。你的是男生吗？是。那我把女生全部带走。你的是不是黄头发？不是。把黄头发的去掉。好，该你了。你的戴帽子吗？不戴。那我把戴帽子的给去掉。你的有没有戴首饰？不戴。你的有胡子吗？没有。那我把戴胡子的给去掉。你的是不是蓝色头发？不是。该你了。你的是大人还是小孩？大人。那我把小孩的给。你的有没有戴眼镜？戴。那你输了。戴眼镜的只有这一个。是的。这是一瓶非常神奇的可乐，将它放到这个架子上，把这个圆圈也套上。接下来我要用这一块铁片将可乐切成2半。好，现在可乐已经分离了，但由于铁片表面光滑，可乐牢牢地吸附到了上面，没有漏出来。现在我们再将它合在一起，抽出铁片，它又恢复成了一瓶完整的可乐。你们能猜出这个魔术的原理吗？我看到有不少网友艾特我说，为什么他的麻将摆不出来？这可能是你摆的方式不对，按照我这个距离来摆，基本上都没问题。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，这个麻将是要有磁性的那种，同级相斥才能出现这个效果。我好像明白了磁悬浮列车的原理。昨天我发了这个麻将永动机的视频，评论区有小伙伴让我再测试一期这个视频。想知道磁悬浮的原理吗？麻将告诉你答案，解开多点疑惑。说实话，刚看到这个现象，我也是不敢相信的。道具很简单，来试试就知道了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了。哇，真的可以，而且非常丝滑。不是，这也太神奇了吧！照这样来看，轨道做长一点，那不就是永动机了吗？太不可思议了。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个拍摄的环境有一定的要求。而且即便如此，麻将放在上面也不会动的。还好我机智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玩的拼图，名字叫四梯之谜。这4个拼图的形状是一样的，把它们拼进木盒，我觉得5分钟的时间足矣。很明显，最后一块这样是放不下的。不过我好像已经知道该怎么拼了，把这一块竖着放到脚上，最后一块躺着放。哎，放不下，长了一点，难道盒子不是正方形的？好的，这次应该可以了。又晃我一下，还是差了一点。如果我们让它转动一点角度呢？好的，可以了。而且拼好之后，这个空间感觉还可以再放一块，可惜的是已经超时了。阿珍爱上了阿强，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，飞机从头顶飞过，流星也划破那夜空。最近这个三色牙膏问题在网上闹的是沸沸扬扬的。至于它为什么在搅拌之后还能挤出彩条状，我始终没有看到一个清晰的解释。有人说这是非牛顿流体的特性，也有人说是牙膏管子的问题。叫我说，真相只有一个，就是搅拌的不够彻底。如果像我这样搅拌，它还能挤出3个颜色的话，我就把它当果酱给吃掉。
嗯，再往下面挤一点。我去，这不可能啊！手机落地总是背面朝上，我不信。如何将这些珠子摆出一个金字塔的形状呢？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智力测试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会先这样摆出第一层，但是到这个位置后，它需要的是2颗珠子的拼块，我们这里至少都是3颗，所以这样是走不通的。中间这里还是少了1颗，所以这个玩具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这个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它的解法？其实一开始我们这样摆前2块是没有问题的。这里不是放不下3颗吗？我们可以让这2根立起来，然后把这一根长的压在它们中间。现在就只剩下这里了，我们再将最后一根塞上去，这样一个完美的金字塔就组装完成了。前面2次的实验都失败了，挤出来的都是条纹状。按照评论区你们说的方法，这一次我要真正的将它们彻底搅拌均匀。管子的内部我已经洗干净了，太不好装了，只装了半只。不过这也够我们验证的了。如果这次挤出来的还是条纹，那它就属于玄学的范畴了。不好意思，刚才只是给大家开了一个玩笑。现在我们就开始验证。果然没有奇迹发生，它原来是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，所以它就是搅拌不均匀的原理。对于这个结果，我挺失望的。那我就先问了，你的是不是哺乳动物？是哺乳动物。该你了。你的戴不戴帽子？不戴。那我把戴帽子给戴掉。你的是不是肉食动物？该你了。你的是不是4条腿？不是。你的有没有露牙齿？露了。该你了。你的戴不戴眼镜？戴。你的是不是百兽之王？是。就是它了，老虎。这是北京印钞公司推出的一款产品，叫暴发虎。它上面也写了，它的内部是用了120张100元的碎屑填充的。我的想法是把它打开，取出碎片，然后全部拼起来。我也看到有博主说它里面是实心的，所以买之前我咨询了卖家，他说是可以取出来的。现在我拿到手里反而觉得有点悬。首先它的质量就很重，表面树脂的硬度也很强，手感有些像玻璃。通过撞击和震动，并没有发现里面的碎屑有发生位移，这也更加印证了它是实心的说法。而且小老虎这么可爱，我怎么忍心把它破开呢？哎，现在可以确定它是实心的了，这个深度已经超过外壳1公分了，里面还是很硬的树脂。也许我还是太年轻吧，这点小心思别人早就猜到了。还好小老虎的表面没有损坏，基本上看不出来。这个洞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吗？可以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预备开始。首先我们要先打开这个盒子，通过震动可以把盖子打开。这里面有2颗骰子，我们随便掷个点数，把对应颜色的木块拿掉，用剩下的木块摆出一个立方体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这就开始。还多出一块，重新再来。这款益智玩具非常考验空间力，从第1块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后面的拼搭能不能成功。它错误的摆法有上百种之多，想要在短时间内拼好它，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这次应该差不多了，还有最后一块。这款潘多拉魔盒的玩法多变，可玩性很高。如果遇到不会的，还可以参考附赠的卡片。这是一款难度很高的益智玩具，怎样把这个铁球放进这个方框里呢？圆球是由对称的2个铁块组成的。如果我们像这样先放进一半，另外一半是怎么也放不进去的。它正确的组装方法是把2个方块也拆成2半，开口朝上放在桌面，
这下面是一个圆形的凹槽，将其中一个半球顺着凹槽的方向放置，另外一半也是同样的方法。然后将方块的两个角对齐，最后两块同时一起逆时针方向旋转90度，这样它们两个就完美的合在一起了。而且合上之后是非常牢固的，很难再分开。这个帕数呢，就是5星难度的魔晶球。你先问吧。你的是不是男生？不是。然后把男生给约掉。你咋跟那么多呀？男生比较多。你的是不是黄色头发？是的。该你了。你的戴不戴帽子？不戴。然后把戴帽子给约掉。你的戴不戴眼镜？不戴。你的是不是美红头发？不是。你的有没有戴帽子？戴了。坏了，可你了。你的有没有戴眼镜？没有。然后把戴眼镜。你的就是这一张了。对。这3块拼图可以摆出一个对称图形吗？答案是可以的。这一类对称的拼图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形状复杂。很多时候可能你已经拼出来了，但却看不出来，所以观察力在这里也是很重要的。这个像魔方一样的东西叫神龙摆尾，属于鲁班锁的一种。打散之后是一串连在一起的木块。这款益智玩具主要考验的是空间想象力和动手能力，从哪一头开始组装都可以。将它完整复原成一个正方体需要10几步，每一步的翻折都有很多错误的路线，而正确的只有一条。对空间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锻炼。难度系数4颗星。如何用这3块拼图摆出一个对称图形呢？这个问题并没有听起来这么简单。这样不对，这样也不对。解开它需要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，正确的解法往往是出人意料的。对称也包括中心对称，你能看出来这2块该怎么摆放吗？正确答案是这样的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很多人看到的恐龙头部应该都是立体的，其实它这个位置是凹进去的。一个神奇的现象，一旦你知道它是凹进去的，你的眼睛就再也回不去了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张图片，著名的棋盘暗影错觉。你们觉得 A 方块和 B 方块的颜色是一样的吗？尽管我也不太相信，但事实是它们的颜色就是一样的。用一个取色工具来看一下它的颜色数值。RGB 红绿蓝都是120，把它移到 B 方块，可以看到它们的数据是完全一样的，这就说明它们两个是同一个颜色。还有个更直观的方法，我们将一个相同颜色的色块放到 A 和 B 中间，这样再看是不是就清楚了？ A 和 B 的颜色是一样的。有很多朋友让我挑战这个21根灵感棒，我是21根灵感棒，敢把我倒出来吗？呵呵，不敢。开个玩笑，既然已经买来了，那就试试吧。我已经按照木棍的长短顺序排列好了，现在就往盒子里放。这里还差了一点点，不过我已经找到方法了。这根小的可以横着放，再放第3层。感觉这次应该可以了，最后一根也放上去。好的，搞定了，把盖子盖上去，只用了不到10分钟。据说这个是诸葛亮发明的玩具，叫单人棋。它的玩法是走到最后只能留下1枚棋子，并确保这枚棋子在正中间。现在我就用最少的步骤给大家走一遍。每当我们走一步，就可以拿走跳过的那1枚棋子。每走一步都需要静下心思考，反复推理才能盘活这盘棋。前几次玩的时候可能会剩下6、7颗棋子，多玩几遍，所剩的棋子会减少到4、5颗。但想要玩到3颗以内，需要精心的布局，冷静的思考，步步为营，才能下到最后一颗。这款单人棋与华容道和魔方是智力游戏界最具代表的3大益智玩具。它的规则虽然很简单，但是其中的变化却是数不尽的，解法也不止一种，所以不论其形式如何变化，总是能带给人们无穷的乐趣。